如果你按照贵金属行情决定买黄金还是铂金，你可能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腕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我跟铂金表的交集是，当初采访瑞士2大表展结束后，我必逛巴黎，在那里我买到了我人生第1枚铂金腕表。你猜是哪款？卡地亚的路易坦克，铂金的。我从来没嫌它小，那种极简的浓缩的设计，只有铂金和表冠上的卡布松完美匹配。另外一次，我采访爱马仕当年的腕表总监，他当初戴的也是铂金表，但安全距离以外都能看出划痕。当时他的气场让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划痕是老子潇洒的见证。金价暴涨，金表迎来了一波讨论。现在铂金涨价，该不该买铂金表？虽然在18世纪就开采了铂金，但早期的高级表多是金表，但仅限于表壳。1956年，劳力士推出了全金链带的领袖型腕表 Day-Date， 以全新的方式定义了奢华。那时期，美元与黄金挂钩，但后来金融市场的风云深刻影响了金融市场，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腕表市场。先看一下50年的价格走势全景图。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塌房，黄金与腕表脱钩，黄金走高，但低于铂金，因为铂金在工业上有广大应用。大概是在这个时期，有人回收黄金腕表，贱卖机芯儿。80年代，由于南非增产，铂金价格略有下跌，但仍高于黄金。在高级圈层，黄金、白金是主流，哪怕是石英机芯，也得是金表。2008年，黄金、铂金双双走高，金融危机加上中国汽车业爆发，百达翡丽铂金 5110P 二手市场从35000美金降到了28000美金，比官方零售价低20%。但2011年，黄金、铂金双双达到峰值，每盎司铂金高出300美元。铂金毋庸置疑是贵金属的霸主。但2020年，铂金价格下跌，跌到比黄金还便宜，这是由于疫情避险和芯片短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表圈开始盛传铂金比黄金便宜，为什么铂金表卖那么贵？金表畅销已无悬念。其实，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说一下铂金，但总觉得不够火候。大品牌的铂金表控制得很低调。2022年，漂亮国放出了一个假新闻，结果大额仅推迟了几天就给证实了，金价一下走高。2024年，黄金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铂金也不管什么地缘政治了，氢能源革命的预期让铂金继续走高。到我们截稿的时候，已经从1050美元涨到了1300美元每盎司，而黄金呢，从2400美元涨到了3300美元。从地缘冲突和金融避险角度，黄金和金表成了安全的选择，没毛病。但铂金腕表似乎跟铂金市场的表现不重合。这几年，铂金表至少是一部分的铂金表款的拍卖价一直在涨，比如百达翡丽的鹦鹉螺 5711P。考察发现，2016年到2021年年化增长率48%，跑赢了铂金的原材料，同期是9%。无独有偶，百达翡丽世界时腕表 5110P，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二手市场从35000美金跌到了28000美金，比官方零售价低20%。2023年开始复苏，5110P 拍卖价比官方零售价翻倍，达到了72000美元。数据出处是富艺斯的拍卖。至少从这些小样本看，百达翡丽铂金表款拍卖价年化增长15%，跑赢标普500的9%和黄金的6%。数据来源：安迪·古伦拍卖行。劳力士就更有意思了，它的爆款无意中避开了黄金，要么是钢款，要么是铂金。迪图拿116506有一个特殊现象。铂金价2020年暴跌时，这款表逆势上涨23%，因为 Z 时代追捧冰蓝色，带保卡全套装的铂金迪图拿，因为是最后一批装备了真力时 El Primero 机芯的铂金迪图拿，2020年拍卖到创纪录的327万美元。抛开这些个例，依然可以得出结论：铂金迪图拿1998年到2024年复合增长率高于黄金款。这个结论是不是可以推广到全品牌腕表上呢？过去20年，买铂金表的傻子都赚了，买铂金期货的天才都亏了。腕表或许是唯一能让铂金抗通胀的容器，这就是历史打脸的终极悖论。
金融市场跟腕表市场之间存在着魔幻割裂。金价不断攀升时，历史上出现过至少2次回收黄金表壳贱卖机新潮。据我所知，有一次就发生在现在。显然，收购者有利可图。尽管如此，铂金表却是反常案例。2011年，铂金价在$2200时，铂金表仅占产量的1.2%。2024年，铂金价跌50%，反成了藏家抄底的目标。如果说黄金表已经烂大街，而铂金表始终维持着自己的高冷腔调。30年的交易数据表明，百达翡丽铂金万年历有着零贬值记录。我终于可以说说铂金表了。铂金或涨或跌，铂金表买还是不买？To buy or not to buy？ 虽然前面的案例都属于个例，但历史上不论铂金价格如何波动，铂金表款占比也就1.2%。铂金表自带稀缺属性，由于物理的高傲和高级制表的配套，买铂金表有5大理由。天热啊，做功课特别容易累，你的点赞关注是我的防暑降温费。铂金的优点，它是高纯贵金属，而且性能稳定。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一般是铂金老和8，这解释了多少年来为什么机械机芯的夹板总是镀老，而镀金呢也只能是 K 金。玩传统的用德国云不电镀，更高贵的是 K 金夹板。你可能会问啊，铂金做夹板岂不是更高贵？这我觉得应该是个天花板吧。正是因为这种高傲，腕表品牌铂金一般都是顶格搭配，也就是同系列的最高版本，比如铂金迪图拿、铂金的 Day-Date、朗格1腕表、铂金950款。你是因为喜欢黑色才买朗格的黑盘朗格1呢，还是因为喜欢铂金才买黑盘的朗格1呢？今年日内瓦表展上，帕玛强尼的万年历 Toric 钢铁 Perpetual 用纯粹而高傲的铂金表现极简而不简单的万年历。表带用的那种西装上的那不勒斯缝线，把高傲低调奢华拉满。黄金在呐喊我很有钱，铂金在低语你根本不懂我的成本。你心目中还有哪些铂金表款？欢迎推荐，顺便一键3连一下。高冷稀缺都是表面的，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高傲的材质常常意味着难以驯服。当你戴铂金表时，不是选择了一种材质，而是选择了元素周期表里最倔强的金属。铂金由于它的纯度和稳定性是很难加工和打磨的，所以铂金跟高配的复杂功能搭配相得益彰。江诗丹顿传奇系列 5100T 42毫米的陀飞轮计时复杂功能组合的限量铂金增长系列，卡地亚今年高级制表 Privé 系列Tankagishi 尽管有 K 金的，但铂金版本却刻意用独特方式呈现了调试功能，以区别于 K 金版本。如果你的表匠还没抱怨过铂金的加工难度，说明你买的不够顶级。今年日内瓦表展上，朗格的3问万年历这种顶级组合，朗格的粉丝用脚都能猜到是铂金的。到底是因为知道你喜欢黑色表盘，所以才搭配铂金，还是仅仅希望用黑色表盘告诉你这是铂金表壳呢？尽管铂金高冷不一定有利于带响的复杂功能，但百达翡丽万年历3问加高级珠宝镶嵌的5374 300P 依然是铂金的。还是稀缺。2024年铂金短缺120万盎司，这是根据 WPIC 的数据。氢能源革命将吞噬全球产量的80%，铂金涨价是必然的。铂金年产量也就200吨，是黄金的1/30。1公斤铂金原料能做15个表壳，而黄金可以做22个。百达翡丽5373P 双追针计时，铂金表壳比黄金贵15万美元。朗格 Datograph 铂金款二手价是黄金款的3倍，现产。各个品牌库存的原料是涨价前的，品牌又不能像星巴克那样用期货应对咖啡豆的波动，所以铂金表又不能随行就市，说涨就涨，大概率会减产，而减产就等于稀缺。百达翡丽铂金年历表配额减少了40%，这是从2024年经销商会议上听到的。艾比的 Code 11.59超复杂款仅限邀请制购买。买黄金表是在投资现在，买铂金表是投资未来。当大众还纠结铂金会不会涨，聪明人已经锁定了最后几枚铂金表的配额。毕竟除了用料，腕表卖的是传统的符号和技术文化的象征，而铂金所匹配的技术文化价值远非金属市场的行情诱惑所能贬低的。目前市场上能买的铂金表有哪些呢？
我随便查了一下，欧米茄是高级腕表里铂金表比例比较高的品牌，像什么星座的尊霸、海马300、超霸月相，还有超霸321，奥运会正式计时都有铂金款。而宝珀呢有14款铂金表，清一色是限量的，配置可想而知，但居然有一个2针超薄款，价格有，但是需要预约。其他品牌呢，我随便举例啊，积家的双翼系列计时月相腕表也有铂金的，可根据需求询价。以上就是我憋了多年的对铂金表的看法，我很想知道你对铂金表跟铂金市场的行情走势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看的？还有个问题抛给你，劳力士星期日历型228206明明是铂金的，但为什么是素圈的呢？提示一下啊，跟铂金的特性可能有关。弹幕评论区互动起来。